你有智慧型手机吗？那你动手机做什么呢？传讯息、拍照打卡、导航还是电子支付？智慧型手机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好帮手，但是它现在又多了一个新功能，就是3D 列印。而且世界上第一台手机3D 列印机正是台湾人发明的哦。2017年9月，一个来自台湾的3D 列印机在网络上掀起一股热潮。它是全球第一台手机3D 列印机，也是目前体积最小的光固化列印机，可以随身携带，走到哪印到哪，作品精致度更是让人惊艳。身为科技迷的我，真的好好奇它是怎么用手机来列印的。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手机3D 列印机就是利用手机的光来列印，它运用的是光固化成型技术。那什么是光固化呢？让我做个实验说明一下吧。现在我手上拿的是光固化胶，你们看，它现在是稠稠的液体，但是当我把它放到紫外光固化机之后，它就会固化咯。但是因为这个紫外光，它对眼睛有伤害，所以我们必须先戴一个安全眼镜来保护我们的眼睛。那我们就让紫外光胶照射大约1分钟的时间，它就会固化咯。好，那我们要打开咯。哇，你们看，它已经从刚刚稠稠的液体变成硬硬的固体了。其实这是因为光固化粘胶它里面的物质接收到光的能量，它就会硬化。那这种现象呢，我们就称为光固化。在生活中，我们常用光固化胶来粘接、密封或固定东西。光固化列印机也是运用一样的原理，用光照射将液态树脂硬化后层层堆叠，形成立体物件。目前主要有 SLA 与 DLP 两种列印机，它们的成型技术有什么差别呢？我来到台湾科技大学3D 列印实验室来请教专家。是，我知道光固化列印机有分为 SLA 跟 DLP 这两种成型技术，它们使用的光源好像也不一样哎。没错，他们所使用的光源是不一样的。SLA 其实是业界对雷射光刻列印机的英文简称。那它顾名思义就是使用雷射光来作为驱使光聚合反应的一个光源。DLP 则是使用投影机的数位光来提供光源。是 DLP 它叫做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就是取它的 DLP 投影机的名字来当做它一个3D 列印机台的名称。可是这两种光它的能量都非常的强哎，我们要怎么样控制它？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台就是我们 DLP 的印表机，这个就是我们的 DLP 的投影机。那它是使用数位光源来照射我们的树脂，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树脂槽。那接着我们会利用这个投影机投影一个图腾，然后去照射我们的树脂，没有被照射到的地方它就不会固化，照射到的地方它就固化，所以第一层就列印出来。等第一层固化完成之后，我们的成型平台会往上提升，这时候树脂就会再补充进来。接着我们再照射第二个图腾，那等第二个图腾在固化之后，依此这个顺序，然后再往上升，然后一层一层这样列起来，就得到我们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模型。所以像我们平常印那种比较简单 FDM， 我们就是底座在下面，然后这样往上印。那这种的话，它底座就是变在上面，头下脚上。对，没错。那 SLA 它的成型原理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的 SLA 的3D 列印机。我有看到有雷射光在跑哎。对，没错，它是从下面来提供一个雷射光源，可以看到它动得非常快。它是从一个点，雷射提供一个点光源，然后进而画成一个线，然后再成型一个面，然后把图腾画出来。等第一层固化成型之后，这成型平台会往上升，树脂就会回流进来，之后成型平台再下降，接着再列印我们第二层的图腾。那这样一层一层的列印出来，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原来 SLA 和 DLP 除了光源不同，照射图像的方式也不一样。SLA 是利用雷射光束的点光来画图， DLP 则是用萤幕一张张投影图片。手机也是使用数位萤幕，那么它可以用来列印吗？那看过 DLP 的列印技术，我发现手机的萤幕光跟投影机一样，都是照射出一个面。那这样子，我可以用手机的光当做固化树脂的光源吗？ OK， 相较于投影机而言，手机的萤幕光确实是比较弱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发一款特用的树脂，或许是有可能可以作为用手机光来做3D 列印。陈老师说
DLP 投影机与手机萤幕差别在于光的种类不同，所适用的数值也不一样。DLP 使用的光种类有紫外光或是可见光与接近紫外光波段，在光谱上，紫外光的波段为100奈米到400奈米之间。紫外光因为人类眼睛是看不到，所以又被称为是不可见光。手机萤幕的光则是可见光，也就是我们人类眼睛所能看到的光哦。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很多的光，像是一般的日光、LED 灯光、手机萤幕光，或者是雷射笔用的红光。可见光的波段介于400奈米到700奈米之间，像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等7种色光都是属于可见光。然而，光的波长越短，能量就越大，固化速度也越快。因此，大部分猎鹰机都使用紫外光或是接近紫外光的可见光，而手机萤幕光强度比 DLP 猎鹰机来得要弱。主要原因是手机的显示方式，手机使用的是 LCD 面板，光穿过液晶显现出来，只会是可见光。这让我更好奇手机萤幕光的猎鹰方式，我决定去拜访研发团队一探究竟。Hello， 定姐你好。嗨，一晶，你好。研发手机 3D 猎鹰机的新创团队是一群来自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师生所组成的，他们历时5年研发而成，而技术长陈定贤就是其中一位创始成员。哇塞，这台就是手机 3D 猎鹰机吗？没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轻巧，而且看起来很有科技感哎。那你们怎么会想到用手机的光来做猎鹰啊？其实现在它也需要是用在教育或是用在教学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很接触到人类。这个 idea 就是当初我们发现人们越来越常使用手机，那我们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所以我们想要借由手机这么接触人类的东西，跟它做结合。技术长说，会想用手机来研发 3D 猎鹰机，目的是希望 3D 猎鹰机能够像手机一样，成为普及大众的科技产品，使人人都能体验 3D 猎鹰的便利与乐趣，甚至是用它来成为创客。为了让不懂 3D 猎鹰技术的人也能方便使用，团队在设计上花了许多心思。我们把它设计得非常人性化，非常简单。其他3D 猎鹰机你必须有很复杂的轴向，3个轴以上。那这个的话，你只需要一个 Z 轴，搭配手机放在最下端。使用者只需要打开我们的手机 App， 你只需要找你自己喜欢的图，你就可以开。对，你就可以来做猎鹰了。采用可见光来猎鹰，也是顾及到一般人在使用上的安全哦。因为它是用手机来做猎鹰，所以它其实相对比现在你可以在外面知道的光固化猎鹰，它都还要安全。为什么呢？手机的光，对，它就是可见光而已。但是，一般在外面用的3D 猎鹰，你知道是用什么光吗？UV 光吗？没错，它都是用 UV 光、紫外光。那这些东西其实对小朋友或是对大人，使用者的眼睛都是很危险的。那在这方面，我们结合了用手机的光固化，然后来做猎鹰物件，相对也就达到了这个东西是很安全，不会伤害到眼睛的。对，那这样子你们大概花了多久时间研发出来啊？我们其实花最久时间的是在树脂，所以那个树脂都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对，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手机的光的能量其实对光固化树脂来讲是非常非常弱的，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可以想想看看，我们其实在5年前的时候，这个树脂可能要花5分钟，我们才可以猎鹰1层。假如说我们要猎鹰1公分的东西，我们可能要花上2-3个小时以上。都印不完，太久了吧？对，在这5年之间的努力，就是我们将这个树脂的反应速率提高到我们现在猎鹰1层只要20秒，就是比较合理，一般使用者使用猎鹰1层的时间。那在这个突破底下，我们也才真的达成了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做3D 猎鹰。这个机身，你们一开始就想出这么潮的造型吗？这当然不是啊。其实我们是 T3D 是师生创业，就是我跟老师一起做的新创。那我们都是理工背景的，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个外观是属于比较理工的样子。在经过我们好几代的改变之后，最后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为了可以在各种空间环境下猎鹰，团队设计出体积小巧、重量只有4公斤左右的猎鹰机。对于我想知道这台迷你猎鹰机是怎么运作的，技术长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动手组装喽。3D 列印的零件都已经在这桌上喽，现在就让我来一边组装一边了解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动手之前，先欢迎我的小帮手浩威。一基你好，接下来就由我来帮你组装这台机台。首先呢，这个是我们机台的本体。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马达去把它锁上去。接下来我把它拿着，然后你帮我锁上螺丝就好了。所以里面就是靠那个皮带轮去带动的嘛？对，它最重要的猎鹰平台的上升下降就是由马达去带动皮带轮。然后皮带轮再去控制我们那个机台的上下。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台呢去装在我们的底座上面，也就是负责放树脂槽的地方。这个好像是用大螺丝钉，对不对？对，锁完底板跟本体之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后面你有看到这边有1、2、3、4、5条排线呢，都插到我们控制面板上的依序的洞里面，插到底，对不对？对，没错。哇，它真的太细了。插完之后，我们这个背盖就可以把它合上了。那基本上整个机台的本体结构就完成了。那这个东西呢，它是我们猎鹰的成型平台，它安装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它只要按照这个卡榫放进去压紧，这样就好了。我们还有一件事需要做，这边有一个红色的遮罩，我们需要把它组起来，把这个遮罩去罩上，再进行猎鹰，会防止比较强的环境光去影响树脂在猎鹰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好的变化。那怎么会想到用红色，不用其他颜色？黑色啊？选择红色的原因，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树脂它在固化的时候，最主要是用可见光里面的蓝光，那红色刚好跟蓝色是光谱的2个极端。那当它只留下红色过来的时候，代表它已经把大部分的蓝色光都已经过滤掉了。哦，耶！大功告成嘞！我们只花了5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真的一点都不难。至于猎鹰方式，只要有1只手机就能运作猎鹰机。团队开发专属的 App， 帮助初学者解决不会3D 绘图与猎鹰设定的困扰。打开 App 的话，我们先点进我们的云端里面，我们的图库其实放在云端里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它放在你的手机里面。那这边请一金选一个他想要猎鹰的档案。那印那个好了。好，那我这边去把我手机开启蓝牙功能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可以选择你的3D 猎鹰机，我们就选取它。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让消费者去可以操控的第一个数值是每一层猎鹰的秒数。所以这个时间是取决于手机的亮度吗？对，会根据不同的手机可以再去稍微做一些修正。好，那这边我只要去进行按 Ready 的话，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猎鹰了。我们刚刚用 App 呢，是负责来控制这个平台的上升下降，然后还有手机 LCD 面板，它要显示它这一层需要猎鹰的图片。那它就是跟这个机台配合，每当机台上升1层之后，它就去更换它的下一层的猎鹰层。那这样子反复之后，它照光让这个树脂固化一层一层堆叠在一起，那最后就会获得我们的成品。哦，原来是这样。材料部分目前有青、红、黄、黑、白共5种颜色的树脂，使用者可以用单色或多色彩列印，也可以混合调出自己喜欢的颜色。而技术长他告诉我，这个树脂不仅用可见光就能固化，它的固化速度也是市面上最快的耶。这是真的吗？我决定做实验来测试看看。不止机台的设计充满巧思，他们连树脂都是自己精心研发的哦，而且它可是全球固化速度最快的树脂。不过，到底有多快呢？我们可以试试看用这个灯，简单的来实验看看，到底我们的树脂跟他牌树脂比较起来，到底速度有多快？这是一般的 LED 灯。对，这是一般的 LED 灯。为了实验的准确，我尽量都滴一样的量，然后就要靠于经理来，就是帮我把它固化看看。好的。我们准备了3种不同的树脂来做实验，分别是紫外光树脂、他牌的可见光树脂与团队研发的可见光树脂。同样用 LED 灯照射5秒之后，比较看看3种树脂的固化结果。第一个，我们先试试看一般的 UV 光树脂，稍微搅看看状况怎么样。它还是稠稠的一体，所以它还是没有固化。对，它完全没有受到反应。所以它对可见光其实是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一般都是需要用到很强的 UV 光，然后来做固化，所以一般来讲它是很危险，而且也很昂贵的。好，那如果是一般的可见光的呢？好像底部有一点固化，但是它上面都还是
稀稀的。对，你可以把它推开看看。有一点。那其实只能够固化一点点，反应的还是没有那么迅速。对。它是接近紫外光的蓝光，那我们还是算它是可见光，所以它其实在一般日光上，可能需要花不少时间。对，这样让我好期待你们发的数值到底有多快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硬化哎，等一下，太扯了吧，好扯哦。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数值最重要的一环，可以很快速的用手机在20秒之内固化一层，这样使用者才不需要用手机列印，但要等很长的时间。哇，真的好厉害哦！不过这个树脂是怎么与可见光产生固化反应呢？树脂里面又需要添加哪些成分来提升固化速度？技术长带我来到实验室制作树脂，来探索光固化反应的原理。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树脂里面到底加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也可以来试着玩玩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调配这个树脂。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去综合的。对，这都可以自己去调配的。这就是光固化树脂有趣的地方，可以在液态的情况底下去调配不同的材料，那搭配不同的组合，你就可以得到不同一样性质。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寡聚物，那寡聚物其实在我们光固化树脂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代表我们整个材料的物理性质。可以看一下哦。它其实是属于很黏的，真的耶，所以这等于是它的主体。对，所以我们主要的配方里面会用寡聚物来做基底，先加到我们的小瓶子里面。那这个要加多少啊？这个我们先加5克。它真的很稠哎。嘿，对，寡聚物其实除了代表物性之外，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性质。例如说，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 PU 弹性的材料，那我们就会用 PU 的寡聚物。那要做一个亚克力或是环氧树脂比较硬脆的材料，那我们就会用环氧树脂的基底。好，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加入我们的单体。单体其实是分子量比较小，作用就是稀释，让我们等下树脂不会这么粘稠。因为你可以现在看到现在这样子的粘度，其实是很难去做列印的。好，完成。加进去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试着搅拌一下，先让单体均匀的分散到寡聚物里面。接下来要添加的是能够提升固化反应速度的关键角色，那就是交联剂。交联剂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具有很多手，它这些手呢是可以去把大家抓在一起，例如寡聚物或单体互相抓在一起，那它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材料的强度，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反应速率。那在做高速的列印树脂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树脂组成中，寡聚物、单体与交联剂这3种是主要的成分与性质，另外还要加入多种不同功能的助剂，来帮助树脂在列印过程中层与层之间有更好的结合性与稳定性。在均匀搅拌过后，我要做的就是调制颜色咯。是我们光固化树脂里面的颜料，像是我们印表机的颜料 CNYK， 还有白色去组成的。对，我们先简单来用调色盘的概念去试试看。我想要调 Tiffany 绿，好，那我先来加。那我们从蓝色。那通常我们的颜料会需要多少啊？像你现在这边加了大概2克，对。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先再加 Y 的2克，先往绿色调。它这个好像有点偏芥末黄的。对，它其实是洋黄，看起来有点像芥末，是因为它的浓度低一点点，其实是很淡的黄色。变好深的绿色哦。浓度用的太高了。调一些白色来综合它。还是很深哎，怎么办？怎么办？我的 Tiffany 绿。看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白色。我觉得可能还要再来个5克哎。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试试加到树脂里面。因为搞不好还会再变色。对，它会再变淡一点，一次滴一滴它就可以了。好，搅拌它。Tiffany绿，哇，变草绿色了。哎呀，看来我的调色功力还有待加强。不过最后做出来的草绿色也是很漂亮啊！颜料均匀搅拌后，将树脂瓶裹上铝箔纸，再来就剩下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程序了。接下来要加光起始剂哦，所以你有发现我们的环境现在先把灯关掉了。对啊。对，因为加入光起始剂之后，这个树脂就开始是会对光开始有反应的。对，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过程当中有光照到这个树脂，它其实都会开始反应。光起始剂是引发光固化反应的最重要成分。当照射可见光之后，光起始剂会吸收可见光中的能量，产生出自由基。自由基会与树脂发生聚合反应，让树脂硬化变成固体。而聚合反应的方式有2种。产生自由基的光起始剂，它也有分成2种。那一种就是裂解型的，这个光起始剂受到特定波长的光照射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裂解。那它裂解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自由基来帮助我们的树脂固化。那另外一种夺氢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去夺取在树脂当中的氢键。那这些氢键就可以去形成另外一个自由基来去帮助树脂固化。把氢拿走，然后去接别的。对，去帮助它。那大概多久之后才会开始固化的作用？等到它融入到我们的树脂里面的时候，它就开始有反应了。好，这样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光固化树脂了。来，给你。哇，没想到光固化树脂需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调配，而且每个成分它的功用都不同。你不要看我只是倒来倒去、搅来搅去，其实我是在做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呢。它的学问可真大。深入认识手机猎鹰机之后，让我对 3D 猎鹰机与其他科技产品做结合，发展出不同的技术特色，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除了结合手机来推广 3D 猎鹰，团队未来还有哪些发展方向呢？目前手机 3D 猎鹰机它已经推出2个月了，很多国外玩家都在想说怎么用它来玩创意。那你们有在想说要开发什么新的功能吗？我们已经推出，这算是第一代的产品嘛？那它其实市场端它是定位是用在教育以及一般的 maker， 所以我们的就会是想要再推更高速度、更高精度的猎鹰机，达成更高端的使用者的需求。怎么样让它变更快速啊？最重要的它就是它的拉拔，猎鹰完一层之后，它会需要去做上下分离，这个分离的动作其实就会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有研发出一个新的技术，就是猎鹰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是连续的一层一层一层直接往上猎鹰，所以它就不用拉拔哦。对，就不会有拉拔力，所以在这个拉拔力的时间上，我们就省下来了。好厉害哦！那还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吗？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 multi-function。multi 就是众多的意思。对，整个架构很简单，同样是以这个的成型平台这个 Z 轴，那只是下面我们做出了一个圆形的转盘。那这个圆形转盘呢，是我们可以填放不同性质的材料。那在猎鹰的过程当中，转盘会转动，我们就可以印出来不同性能的材料以及不同颜色的物件。对，它这样等于就是它可以印复合材料，不会是到纤维的复合材料，而是不同的软以及硬链件，对结合，拿到一个物件上面是有手感的，但是内部还是有一定的足够强度的物件。哇塞，这样子真的让我越来越期待它以后的功能，感觉它以后会变越来越厉害呢。随着3D 猎鹰技术日益进步，我也很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种价格经济实惠、轻巧又方便的3D 猎鹰机出现，让我能实现行动3D 猎鹰的梦想。行动3D 猎鹰的特色就是不论何时何地都能猎鹰生活中的大小事，像是我可以用它来修理东西，这种螺丝钉它特别难买，但有了3D 猎鹰机我就不怕喽。甚至我还可以猎鹰这种西洋棋，这个西洋棋以前只要不见一颗就不能玩了，但现在我只要再印一颗就没问题喽。其实我最想印的当然还是这种漂亮的小饰品，像是手环啊，或者是戒指，甚至我还可以做成纪念品送给朋友，这都要感谢发明这台机器的幕后工程。现在我终于可以实现梦想的3D 猎鹰生活喽。